大家好，欢迎大家观看本期节目。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关于禅定的相关内容。在正文开始之前，请大家点点订阅和大拇指，点赞是对小编的最大支持，谢谢大家。心经中提到了观自在菩萨修行般若波罗蜜，般若波罗蜜是六波罗蜜的一种，六波罗蜜就是六度，是菩萨修行的6种方法。六度就是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禅定、般若。那什么是禅定呢？禅定有什么好处呢？我们该如何正确的禅定？禅定通俗的讲，是通过训练让心达到内外绝对寂静的思维训练方式。禅定是很有效的修行方法，也是修行的必经之路。我们常说的戒定慧中的定，指的就是禅定。通过修行戒律来帮助达到禅定，通过修习禅定来得到般若智慧。佛家讲的禅定和瑜伽、气功、太极等都有很多相似之处，但侧重点和方法不同，所能达到的境界也不同。佛教讲的禅定很复杂，有4禅8定等等。然而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，可能最基本的禅定还达不到。不过不要因为害怕禅定的困难就放弃这么宝贵的宝藏。即便是修习简单的禅定，我们的身心也会有一定的改变，对于我们的生活也会有积极的影响。那禅定有什么好处呢？对于修行者来说，禅定是通往解脱成佛的必经之路，而对于普通人来说，通过正确的修习禅定，可以在身心2个方面都获得很多现实的利益。修习禅定可以让纷乱的心绪安定下来，让心理素质变得更强大，心态变得更好，既不过分悲观，也不过分乐观，而是行中道。这是因为修习禅定让我们增加了智慧，学会了不执着，心平和了，烦恼自然也少了。而通过禅定，我们对内心更加的觉知和掌控，不会轻易被外界干扰。心态好了，烦恼少了，人更平和了，病自然就少了。而且正确的修习禅定也是需要好好修炼身体的。通过长时间的修炼，身体本身也会发生很大的变化，筋骨、呼吸、大脑、内脏等都会得到很好的锻炼。总之，修习禅定，即使不能解脱成佛，你的身心也会有很大的改善，生活也将因此发生意想不到的变化。我们再来看看我们该如何正确的禅定。修习禅定虽然有很多好处，但如果方法不当，也会带来不小的风险。比如人会变得偏激、更傲慢、走火入魔，或者变得消极甚至厌世。所以修习禅定一定要选择正确的方法，而选择本身需要智慧和清醒的头脑，还有就是要有正确的知见。依小编个人的经验，我喜欢把禅定比作一种功法，法是心法，功是真修实练。要想练好一门功夫，心法和实练是分不开的。法是功的前提，功是法的体现。只重视练功而忽视心法的修习，就很容易走偏。只重视法理的学习，只能算是做学问，与解脱助苦无有是处。学习法理归根结底还是为了更好的实践。禅定的方法有很多，只要是正确的方法，正确的修行就行，没有好与不好，只有适合不适合。所以在不同的阶段选择适合自己的不同的方法，并精进的修行就行。不要今天看这个方法好，明天看这个方法好，随意换来换去，结果哪一个也不行。下面小编为大家整理了一些禅定的修炼要点，供大家学习参考。部分内容来自网络。首先是入禅定的条件。按照佛教的禅定修法，不管修哪一种禅定，都要进入初禅、2禅、3禅和4禅，这样渐进的修上去。要入定，就要具备一些因缘，就是当时要离5盖。所谓5盖是昏沉、掉慧、嗔疑，还有贪欲。当这些烦恼没有在现前的时候，如果修法正确，都有机会入定。如果有这些烦恼在的话，就很难入定。除了烦恼的因缘之外，我们身体上有某些障碍，也会影响我们入定。而要入定，首先要有入定前的一些觉受，就是说，如果一个人的身心都很舒适，修法又很正确，那么他要入定之前会产生轻安的现象，即全身非常舒服。一般人的感觉是全身轻飘飘的，初学禅定的人在入定前会有轻安现象，
有些人会觉得身体越来越大，甚至整个身体都在膨胀，大到他会觉得充满这个时间。有人会觉得身体越来越小，或身体浮起来，这些都是轻安的现象。这种现象过后就会产生很快乐的感受，这都是入初禅前轻安的觉受。在禅定里，初禅、二禅、三禅都有不同的快乐感受，到了四禅就没有乐受了。入定的人一定会觉得全身很舒服很快乐，这快乐的感觉会使他身上原有的病痛等不舒服感消失。另外，当他入定的时候，呼吸一定是非常均匀非常舒适的，呼吸一定会变得细微。我们可以从这些现象分辨出入定的一些情形。根据经典里所说，入初禅会升起觉、观、喜、乐、定五件事，称为初禅五支。初学者入定时是分不清楚这五支的，所以初学者不必先理会初禅五支，以免分心。初学者可以从心念集中了，呼吸变细微了，身体非常舒服了，以这些现象来确定自己已经入定了。另外，初入定的人往往有一种感觉，就是他从非常舒服的感觉中出来之后，会觉得忽然脚酸麻痛了，但是在他出来之前却不知道痛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初禅只有乐受没有苦受，所以你静坐到心念很平静，身体非常舒服的时候，一旦休息就感觉全身疼痛，这表示休息前你入了初禅，这是很多修禅定的人都有的经验。但是有些人不但不明白为何麻痛，还会否定自己已经入定了呢？原因是被那些讲经教的老师误导了，那些法师不明白入定是怎么回事，将入定讲得很难很难，甚至于听到你修禅定，他就会说小心着魔。其实四禅八定不是佛教专有的，外道也会的。为什么我们佛教一讲起禅定就怕会修出问题呢？原因就是没有正确的认识初禅到四禅是什么。在学习禅定的时候，要学习认识入定的过程，其实过程很简单。为什么说简单呢？因为在禅定的时候会有快乐的感受，呼吸会变得很细，心念也会变得很细。就凭这三件事情，我们可以这样说：当你入定时，呼吸一定是从粗变细，心念从粗变细，身体从没有乐受变成有乐受。就是说，入定的过程中至少有三件重要的事情在改变，你要小心观察它变化的过程。最后我们再来看看我们该如何正确的解除入定的障碍。刚才说修禅定有一些障碍，一个是五盖的烦恼，另一个就是身体的某些障碍，造成我们身上的疼痛就是身体的障碍，一个在胸前，一个在后背。在静坐的时候，身体里会有气的运转，就是说当你精神专注在你所观的境时，你必然会全身放松，身体一放松，你身体的气就会运转起来。气功师会说是在练气功，其实不是，我们在专注修定，但是因为你的心专注在一个境里面，对身体不理会，你的身体就会放松，身上的气就会运转起来。当它运转的时候，如果你身上有一些气脉阻塞，气运转到那里就会疼痛，于是禅定就修不好。一般受寒的阻塞都在后背，一般呼吸或心理的问题会造成前胸阻塞，忧郁、劳心、嗔心等，就会感觉胸口闷。还有一个就是胃的部位，有些人胃寒，他做到一定时候就会打嗝。当你静坐到身上气感发动时候，若身上有疼痛而不是酸痛，表示你静坐做得好。为何说好呢？原因是身上有病痛，你平时不知道，你静坐的时候气要打通病灶而痛，你要去处理病痛。如果你不去处理，气就会干扰你。如果你不去处理它，而每天坚持做，慢慢的也会自动打通，但是需要花很长的时间。如果你们发现任何的疼痛，都要将它处理掉，不要认为出现病痛是老是教错或者是修错。过去在静坐时若受到惊吓，以后每次静坐就会胸前痛，你要找医生或者气功师帮你调理，以免继续干扰静坐。要记住，在静坐时若受惊吓，不要立刻就睁眼动身，应该静下来，吞口水或者将气引到丹田，过后找人处理。背后有几个穴位，就是会阴、命门、肺腧、大椎、玉枕等。静坐时会有气通过这些脉轮穴位，如果这几个部位阻塞，会造成一种冷热现象，
一个是在肚脐背后的命门冷，会导致腿冷麻，还有胸口背后的肺腧穴一旦受寒就会冷疼。感冒的时候，大椎往往会冷痛阻塞。如果是大椎阻塞，你静坐的时候会觉得背后很热很热，但颈项以上凉凉的，这是气不能上来的缘故。如果是脑后的郁诊阻塞，你会觉得整个颈项发烧，头重重的，这也是气不通。有这种现象，你一定要去处理它。处理不了，只要长久的做，虽然被困扰一个时期，最终它也会通。当气自动调理过去造成的病灶而痛，说明你静坐有进步。所以说，坐久出现痛是好事，而不明白的人就会因痛打退堂鼓。你每次静坐完了，一定要让这些气降下来。有些人很敏感，他会知道；有些人不敏感就不知道。不敏感的人静坐之后就要好好的按摩，以避免气留在头上。如果你用按摩处理不了，就要做一些观想，观想气慢慢的从头上降下来。你可以用手掌心面对自己的头，慢慢的向下拉，向胸前中间拉到丹田，重复做这个动作。如果还是不行的话，你可以拍打来处理留在头上的气，用空心掌拍打，拍后会觉得你头上的气粘在手上，要将它甩掉。如果这些你都懂得处理，要进禅定是不难的。那为什么有些人已经做很久了，虽然没有什么杂念了，但总是不能入定，没有乐受？多数原因是因为身体有病，造成心无力集中，于是没办法入定。因为禅定是很强的心力集中，如果心力集中达不到相当强度，就没办法入定。也就是说，你的心力无法集中到所需要的能量。所以身体比较虚弱的人，静坐前可以吃一些补气的药。好了，今天关于禅定的内容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。如果您还有什么补充，欢迎在下方评论区留言与大家分享。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